很多人啊，就是胃不好，容易火烧心嘛。然后常常听人家说，喝那种温润的茶可以养胃，结果自己泡来喝，反而疯狂易酸，胃更痛。欢迎收听茶学笔记，今天我们要直球对决这个问题：喝茶到底是在养胃，还是在刺激你的胃？这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如果喝对方式，某些茶的成分在实验研究中确实看到保护胃黏膜的潜力。但如果喝错时间呢，泡太浓，反而可能火上加油，让那个胃食道逆流更明显。这听起来太矛盾了吧？就是有些人吃完麻辣锅、烧烤，觉得配杯热茶很舒服，可是也有人晚上喝几杯浓茶，半夜胸口烧到睡不着。到底喝茶是在养胃还是在刺激胃啊？其实如果我们把多篇研究合在一起看，有一篇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Medicine 的统合分析，它整理了30项研究。整体来看呢，喝茶和胃食道逆流没有明显关联。没有明显关联，所以喝茶不一定伤胃咯。但也不能完全这样说。如果我们单独看东亚族群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数据显示，在东亚族群里，喝茶和胃食道逆流风险上升是有关的。哇，所以风险反而比较高哦。对，就是喝茶的族群出现胃食道逆流的几率，看起来比不喝茶的人高一些，大约是1.27倍。这样哈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照自己的习惯喝茶，尤其本来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更要小心。那网络上一直说那个普洱茶可以养胃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这个嘛，先别急着下定论。有另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《生物医学报告》（Biomedical Reports） 的研究，则是从酒精伤胃的角度来看普洱茶的保护潜力。酒精伤胃？对，简单讲，科学家用高浓度纯酒精建立大鼠急性胃黏膜损伤模型，就像是对胃黏膜做一场非常严格的压力测试。用纯酒精测试胃黏膜的受损反应，哇，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发现在这个极端破坏模型里，一般绿茶粉的胃溃疡抑制率是24.81%。另外，对照药物西米替林大约是46.73%，而高剂量的普洱茶萃取物则达到了71.52%。等等，71%，这听起来很惊人呢。这代表普洱茶比胃药还强吗？这里要先讲清楚这是动物研究，不能直接套用到人身上。了解。比较精准的说法是，在这个大鼠实验模型里，高剂量普洱茶萃取物的数据表现确实比对照药物更高，但这绝对不代表人喝普洱茶就可以取代胃药，更不能说喝茶可以治胃痛。我懂了，就是生病还是要看医生啦。那普洱茶到底在大鼠的胃里做了什么事啊？老师，你不要讲得太难可以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比喻让我们听懂吗？可以啊，我们把胃想象成一座城池，胃黏膜 gastric mucosa 就是保护城池的城墙。那酒精就像敌军的投石车，把城墙砸破。城墙一旦被砸破，城内一定会大混乱。这一定会大乱的啊。这时候身体里面就会出现趁乱放火的内贼。在医学研究里，这个内贼其实就是一种发炎指标，叫做髓过氧化物酶 myeloperoxidase， 简称 MPO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反正就是内贼对吧？没错。另外呢，还会出现一个偷偷堵住修复补给线的叛徒。在研究里，它对应到另一个指标，叫做不对称二甲基精氨酸 asymmetric dimethylarginine， 简称 ADMA。所以 MPO 像是趁乱放火的内贼，那 ADMA 就像是阻碍救援的叛徒咯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而研究发现呢，普洱茶萃取物能显著降低 MPO 这个发炎指标。用刚刚的比喻来说，就像把趁乱放火的内贼压下来。那叛徒呢，也被抓起来了吗？对，普洱茶萃取物同时也降低了 ADMA， 就像把堵住补给线的叛徒给解决掉。哇！换句话说，给大鼠喝了普洱茶萃取物后，确实看到了帮胃黏膜修城墙的保护潜力。既然普洱茶能帮忙修城墙，那回到刚刚的问题，为什么大数据又说喝茶容易胃食道逆流啊？其实是因为胃这座城池不是只有城墙，
在胃跟食道交界的地方，其实还有一道防止胃酸往上跑的城门。还有城门？对，这道门医学上叫做下食道括约肌 （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）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贲门或括约肌。哦，所以它就像胃跟食道中间的单向闸门，正常情况下要关紧，才不会让胃酸倒流回食道嘛。完全正确。而茶里面含有的茶碱 （theophylline） 和咖啡因，对部分胃食道逆流体质的人来说，可能会影响这道括约肌的稳定性。如果你空腹喝又泡得很浓，就像让这道城门变得不稳，胃酸就比较容易往上跑。啊，我懂了，等于就差胃黏膜这道城墙状态比较稳，但胃跟食道交界那道门如果关不紧，胃酸还是会往上冲到食道，这就是火烧心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茶可能帮你修城墙，但如果你空腹喝、泡太浓、晚上喝太多，也可能让城门关不紧。另外我再补充一个大家容易犯的毛病。很多人喝完大杯的茶，或是吃饱饭后，就直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回床上睡觉，这其实是超级大忌。对耶，吃饱躺平超舒服的，这样也不行吗？你想想看，原本茶碱跟咖啡因就可能让城门围开了，这时候你还整个人平躺，胃酸失去了地心引力的帮忙，当然就直接往食道流。所以肚子还很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马上躺平。哇，所以这样听起来，这份大数据跟大鼠研究其实没有互相矛盾耶。确实没有互相矛盾，这两篇研究反而是在提醒我们两件事。第一，茶里有保护成分，不代表怎么喝都不会伤胃。虽然茶里面有保护胃黏膜的成分，但同一杯茶里也有可能刺激胃酸或影响括约肌稳定性的成分。如果仗着它能养胃，就空腹喝、泡超浓，那一样会出问题。了解。那第二件事呢？第二，群体风险不等于每个人都一样。大数据看到东亚族群风险上升，但每个人的体质不同。有人饭后喝茶很舒服，但一空腹喝茶就可能火烧心。所以重点不是单纯问喝茶到底养不养胃，而是要看每个人怎么喝，对吗？没错，真正关键其实就是4件事：体质、时间、浓度、温度。科学研究不是要把茶简单贴上养胃或伤胃的标签，而是帮我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可能有帮助，什么情况下反而可能踩雷。我懂了，这修城墙和开城门这个比喻真的太好懂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喝才比较好呢？先提醒大家，这篇研究不是酒后才喝茶，而是连续14天预先给普洱茶萃取物。所以是平常就要喝。对，它比较像是在看平常规律饮用对胃黏膜保护的影响，不是说酒后喝茶可以急救。了解。那研究有说喝多少量吗？根据这篇研究，换算成人体剂量，大约是每天每公斤0.16克。这个数字有点难懂耶。就是说，以60公斤成人来算，大约落在7到10公克左右的茶叶量。这其实已经接近我们日常泡一壶茶的范围了。不过要注意，这仍然是萃取物换算，不能直接等同每个人的泡茶方式。所以不是叫大家把茶泡得越浓越好，而是重点在刚刚说的体质、时间、浓度、温度，对不对？完全正确。所以可以记住4个喝茶原则。第一，如果你本来就容易胃食道逆流、火烧心，喝完茶或吃饱饭后，千万不要马上躺平。第二，不要空腹喝，也不要太晚喝，千万别想在酒后用浓茶去解酒。对，前面有一集我们也有特别讲过，酒后不要想靠浓茶解酒，因为这根本不等于真的加速代谢酒精。没错。第3个原则是，茶不要泡太浓，也不要一次喝太多。第4，不要很烫的时候急着喝，太烫的饮品本来就会刺激食道和胃部。最后还要附加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茶可以是日常保养的一部分，但它绝对不是急救药。如果出现剧烈胃痛、黑便或吐血，请立刻看医生。所以今天最大的重点就是，
茶不是不能喝，而是不要喝错。尤其胃不好的人，空腹喝、太晚喝、泡太浓、喝太烫，或是喝完马上躺平，都可能让火烧心更明显。没错，茶可能有保护胃黏膜的潜力，但前提是喝法要对。喝错了，再好的茶也可能变成胃的负担。那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应该会有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热茶、浓茶容易刺激，那冷泡茶会不会比较温和啊？还是只是心理作用啊？这个问题很值得聊，因为冷泡茶确实牵涉到咖啡因、茶多酚、温度与萃取方式的差异，但它也不是所有胃不好的人都一定适合哦。哇，好，那之后我们就专门来聊一集冷泡茶到底比较温和，还是只是错觉？那我们茶学笔记这一集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人胃不好或常常火烧心，却习惯早上空腹喝浓茶，应酬后喝茶解酒，甚至喝完就直接躺平的，记得把这集分享给他。我们下次见。穿透书籍迷雾，品味健康深度，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，用科学书谱专入间的研究，让茶学笔记为你导读，与我一起科学饮茶，温暖你的心。